在漂亮国会经常出现零元购的画面，但那毕竟是公家财产，不值得员工们用性命去保护。如果发生在自己家里，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甚至对于盗贼是有生命危险的。以下就是那些惹错房主的小偷所发生的真实画面，请备好零食，跟着阿军慢慢欣赏吧。这个小偷想通过邮箱洞进入房子，当他的手正在四处摸索时，没想到被房主发现了。房主决定给他个惊喜，他拿起球棍哐当一下，恭喜小偷收获断手一只。这两个强盗准备破门而入，但却匆忙跑了出来。什么能让他们放弃犯罪，然后逃命？有人拿着枪或者拿着刀指着他们吗？不，只是一只小狗，一只白色的小泰迪。请问抢劫和怕狗矛盾吗？或许是怕自己被狗，可爱死吧。这个强盗从栅栏门溜进来，希望在前院不被发现。他踮着脚走向入口，小心地不发出任何声音，以防房主发现。当他开门时，他突然遇到房主，手里拿着枪挡住了他的去路。他惊恐地退到院子里，却发现房主并不打算放过他。小偷紧忙编出各种借口，但白衣小哥并不买账，似乎想把小黑抓起来。主人手拿真理，命他待在原地，如果小黑照做，就不会开枪。然后房主拨打了911，小黑只能无奈地等待。当时，老人正在餐馆和朋友用餐，突然砂锅大的拳头落下，并偷走了他的财物。小偷抓起东西撒腿就跑，但店主目睹了整个过程，他迅速追赶，上演好莱坞大戏，将小偷扑倒在地。他的女朋友帮忙也来了，他们找回了被盗物品，将小偷按倒，并被彻底控制住了。据透露，原来小偷对这家店很熟，他已经去过那家餐馆好几次了。店主之前试图劝过他，但显然这就是本性难移吧。这段视频似乎发生在车库，房主赤手空拳和小偷搏斗，一个小偷被打倒在地。显然，小偷们并不想恋战，出手动作都软绵绵的，他们吃了好几记重拳。房主扑倒了一个，而另一个在整理他的面具。他去抄家伙了，主人被挨了一下，显然这一下被打得不轻，但他很快就站了起来，开始出拳。劫匪只想离开，房主却没过瘾，这家伙没那么容易放过他们。他设法把其中一个抓回了房子里，并继续游戏。显然，这种赤手空拳战劫匪是疯狂的。这些强盗武器精良，装备了手枪和自动步枪，他们破门而入，将这里变成战场。尽管他们火力强大许多，但他们缺少最关键的元素，比如和房主一样不怕被嘎的决心。他拿起手枪和数名劫匪干了起来，最后胆小的劫匪跑了。两个小偷试图偷3元催化器，他们小心翼翼地钻进车底，窃贼偷偷地拆开了螺丝，不料触动了警报。他们怀疑业主已经发现，两个小伙赶紧跑路。业主拿着彩弹枪追逐，虽然不是真枪，显然窃匪没心情看，就这样冲冲地被吓跑了。估计房主也没想到这都行。有些劫匪喜欢踹门而入，而这位老哥比较文雅。然后，救命！救命！哎，coño！这个小哥伪装成快递员，企图入室抢劫，还一本正经地看着手中的快递。当主人开门时，他试图闯进去。房主见情况不对，用枪推开了他。你可以看到该男子手中拿着手枪，所以你生活在漂亮国，请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。当这辆越野车准备停进车库时，一车强盗在司机关闭大门前跟了进来。3个人跳了出来，用枪指着，
威胁司机开门。业主拒绝让步，并把窗户摇起来，把门锁上。劫匪之一感觉到他们选错了目标，开始退缩。然后司机突然开始向后倒车，撞击强盗的车。劫匪意识到不对，准备上车离开这里，但业主似乎并没打算收手。就在劫匪开始倒车的时候，他再次倒车撞上，这让劫匪们一脸懵逼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最终车都不要，直接跑了。这3个强盗自称是警察，这么标新立异的警察，我是第一次见到。当然，房主也不会上当，他用喷子回应他们，大门一开，主人就开枪了，子弹击碎玻璃，划过了强盗头部，真就差一点点。或许下次说是中情局的更可信。Nail big。这3个年轻人低头冲进房子，四处张望，他们按铃。当房主打开房门，3个人中的2个冲了进来，第3个留在外面望风。他听到枪声，等他想进去的时候，他的搭档跑回来了。因为房主还在继续开枪，他们迅速上车，灰溜溜地离开了这里。这个小偷试图闯入这所房子，他四处张望，这时被2条看家犬发现。起初男子是不屑一顾的，并告诉比特犬退后，但似乎故事不像男子想的那样，狗直接扑向他的脸，狗狗们咬住了男子的手臂。当小偷挣扎着挣脱他的手时，另一只狗又来掺了一脚。为了防止手部肌肉被更大的破坏，他用拳头打狗的脸，但比特如同打了鸡血一样，死不松口。这场人狗大战一直持续了很久，比特一直想把男子拖入地面，小偷似乎体力出现了不支，最终一个不小心被咬中了要害，只能无力地瘫倒在地了。他手里拿着文件，按了一下门铃，这看起来一切正常，只是个简单的维修工，对吧？但房主没有直接开门，他表示自己并未叫维修工，而劫匪解释是社区统一检查，但房主依然不信。然后这个人去敲另一扇门，看起来仍然很正常。那我们就切入现场，事情变得暴力，而伪装的工人现在手里拿着枪，他的同伙也加入了。但门依然纹丝不动，给了房主拿枪的时间，装填枪膛，然后从门缝向他们开火。一听到枪声，他们很快就逃离了现场。所以陌生人敲门时一定要小心。故事的男主是一位阿富汗退伍军人，阿伟声称自己在家中遭到袭击，一群持枪的年轻窃贼在街上晃悠，挑选合适的肥羊。然后突然间，他们向阿伟车里冲去，但阿伟毕竟在阿富汗经历过战争，警惕性和反应远超常人。其中一名窃贼试图闯入他的宝马，但阿伟拿着步枪早就等着他们了。显然劫匪也开枪反击，在倒退的同时，阿伟脱掉了人字拖，这就是实战经验。他撤退后很快就换上衣服，回到现场。不得不说，阿伟是个体面人，知道光着膀子当街枪战是不文明的。这帮人以为他们的目标很简单，但他们捂住摄像头的动作触发了警报，给房主提了醒。砰的一声，门被撞开了。没有片刻的犹豫，房主子弹已上膛，发射子弹。那些强盗逃跑了，可能他们在思考，今天又只能喝西北风了。Overall crime has dropped 33% compared to the period before the lockdown. 在大漂亮新冠期间中，2个戴着面具的家伙准备碰碰运气，敲了某人的门。房主开门的那一刻，他们挤了进去，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团糟。房主什么都没有，并奋力反击。在争斗中，其中一个劫匪逃跑了，但另一个没那么幸运，他最后中枪了。最后并没有带走他，却被火药带走了。在漂亮国，很多人为了避免被入室抢劫，都会备有枪。冒险闯入者无疑是有风险的，但如果是
拿着 AK-47睡觉的人，那不只是大胆，而是得随时做好全村吃席的准备。这个窃贼溜进了一所房子，默默地寻找贵重物品。他在偷手表，他四处寻找，不料撞到了哑铃。哑铃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在寂静中惊醒了房主。他平静起身，关掉电视。房主没有惊慌，平静地拿起 AK-47，躺在他的床边，但他没有跳起来，而是把它塞在毯子下面。小偷开始警惕起来，查看房主是否醒来。窃贼走进卧室的一刻，房主甩掉毯子，用他的 AK-47连续射击，小偷中弹，房主追去。枪林弹雨中，留给小偷的时间不多了。他原本可以安全离去，进入卧室是他最后悔的决定。Compliant. He was very compliant, and Smartly so. 这个窃贼因为从这里偷东西而臭名昭著，周边很多居民都被偷过。他去邻居家偷电视，但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喷子。来自德州的阿伟听到动静，立刻拿起喷子，并当场抓住了小偷。在他逃跑期间，窃贼表现得相当镇定，轻轻放下电视投降，举起双手。面对真理的拷问，他明智地选择不轻举妄动。他只是听从房主的指示，躺在地上。警察来之前一动不动，他被交给了警察。不得不说，他对电视很体贴，小心地放下它，而不是把它摔掉。也许是喷子的说服力，也许只是他太爱电子产品了。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房间内非常安静，这两个窃贼以为他们中了大奖，家里除了狗，并没有其他人。狗狗跟着小偷，现在他只关心客人是否有狗粮。他并非是胡远泉，请他吃东西，你就是他的朋友。所以他们在那里一边给他准备吃的，一边搜寻财物。但问题是，监视器侦测到了他们，直接向房主的手机发送警报。看到破门而入的现场录像，他非常慌张，他赶紧报警。警察快速往他家赶，他办公室离家很近，也在同一时间赶了回去。警察来了，他们俩纷纷开始逃跑。其中一个窃贼绝望地跳出窗户，就像拍动作片一样，正好被赶回的房主看到。这家伙快速地穿过他的后院，最终被房主当场抓获。被抓小伙一脸懵逼，早知道就不搭理那狗了，不如快速搜完东西离开。这个女孩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而她的未婚夫在厨房切西瓜。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持枪歹徒，要求他们交出贵重物品。但这房子的主人并不打算照做，他慢步走向入侵者，然后他扑过去，抓住猎枪的枪管，把他拧向一旁。事态迅速升级，房主正在争夺枪支的控制权。有那么1秒钟，看起来他要开席了。男子紧紧地抓着猎枪，任劫匪如何拖拽都不松手。女子并未加入斗争，她见劫匪下楼，迅速跑进房间，拨打了911。显然，他们俩性格分明，男主的脾气明显比女主更大。在迈阿密花园，某个红衣小黑计划入室抢劫，然而他不知道里面住着彪悍的母亲，她的举动惊吓到了房主的3个10岁孩子。这位妈妈化身为复仇者，拿起大喷子，明晃晃地指着小黑，估计这是她最快的一次百米冲刺了。这是本期视频最倒霉的，他被劫匪光顾的3次。第1次，小偷们开着货车到他家，准备搬走车库的摩托车。他们的行动进行到一半，正高兴时，此时主人出现，他全身几乎啥都没穿，只有大裤衩子和一把枪在手。他们匆忙逃跑，留下了辛苦搬运的自行车。第2次，他们试图偷汽车催化器，男主再次现身，他手里拿着棒球棍冲向小偷，吓得他迅速跑进车里。男主觉得不解气，还敲了几下车。第3次，他们同样盯上了车库的摩托车。
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安全，小偷关上了车库门，给男主制造瓮中捉鳖的机会。他破坏摄像头时被男主抓住，这把他可吓得不轻。幸好车库有窗户，让他跑了，不然估计今天就交代在这了。大概在凌晨4点时，佐治亚州格威内特县的一个业主家里，被3个全副武装的劫匪闯入。他们像在寻宝一样，寻找一切值钱物品。当他们翻找厨房用品时，夫妻被吵醒，他们拿起手枪去查看。当嫌疑人发现他从房间里出来时，他们用枪指着他，但在小偷威胁他之前，他开枪了。其中2个逃到前门，另一个冲破玻璃后门。但这位女主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逃走的，她快速拨打911，继续追逐并开枪。她的丈夫在尘埃落定后出现，并打扫起了残局。车库里开了一辆车进来，看似普通，但远非你想的那样简单。这是一对入侵者，他们黑掉了车库，从车里跳出来5个戴面具的家伙，其中2人携带着武器，准备大干一场。正巧阿伟在家，感觉到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他没有直接下去查看，而是回到自己卧室，抓起他的枪，然后从更安全的距离观看。强盗开始搜查房子，以确定房间是否有人。当他们中的2个人上楼时，阿伟看到了他们，并毫不犹豫地开火。意识到他们有武器，他躲避掩护，继续开火。枪声让入侵者争先恐后地离开，但是车库门需要时间，子弹却不缺时间。无奈之下，不等门完全打开就爬了出来，在混乱中留下他们的车，作为送给房主的礼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支持阿军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